大年初二，我在导师家喝大了，当众跟导师表白：师母，我跟您说，我这辈子要嫁，就嫁咱们傅老师这样的，有学问、有担当，对老婆好。之意啊，你老师有主了，不过他还有个儿子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儿子，傅老师您还有儿子？什么样的？像不像您？之意，你喝多了。像，特别像，比他爸年轻时候帅。31没结婚没女朋友，那还等什么？我后来完全不记得自己又说了多少混账话，只记得迷迷糊糊被人扶进了客房，有人帮我脱了外套，在床头放了杯温水。你真好，比我前男友好100倍。这是哪儿？前女友，听说你昨晚在导师家撒酒疯，当众表白，一会儿我就带思雨来给傅老师拜年，你识趣点，赶紧走，别在那丢人现眼。思雨，又是陈思雨，思雨，又是陈思雨。周毅然，你居然背着我出轨！思雨家里有钱，你家没钱，和他在一起，能让我少奋斗10年，你懂不懂？算了，跟这种渣男没什么好计较的。这是谁？导师家怎么会有个陌生男人？卫生间我用完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你是谁？住在这儿的。之意醒啦，你昨晚衣服都被吐脏了，我这里正好有件新衣服，你试试。师母，这不行，太贵重了。穿上好看。师母，刚才出去的那个男的是？哦，那是思琛，我儿子。儿子？昨晚师母让我考虑考虑的那个儿子。思琛，昨晚是你把之意扶回房间的吧？之意啊，你昨晚喝多了，一直拉着思琛的手不放。妈，之意，你那个纳米催化的课题进展怎么样了？年后开学把数据整理一下，3月有个学术会议，我推荐你去做报告。好的，傅老师。我们上午10点到，你从傅老师家滚了没？对了，毅然今天要带女朋友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听说你们之前闹分手，有点不愉快。之前是有些不愉快，但都已经过去了。思琛，你今天在家吧？不在，下午有事。什么事儿？推了，过年呢，在家陪陪你爸妈。妈，就这么定了。师母好，我们来给您拜年了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沈之意，你怎么还在傅老师家？我年年都来傅老师家，你有意见？你，之意昨晚喝醉了，在这儿住了一晚。之意，你这衣服挺好看的，什么牌子 Anna Couture。 Anna Couture， 这个牌子的羊绒衫一件都是大几千上万，沈之意这个穷酸货穿得起这么贵的牌子。之意，你这件衣服哪儿来的？师母送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师母送的，我当然没什么意见。你是？差点忘记介绍了，我儿子思琛。您好。依然现在在哪儿高就啊？在思雨他爸的公司做市场总监。思雨家做什么行业的？建材。我爸的公司在华东做了10几年了，去年销售额刚过2个亿。2个亿啊，那挺好的，中小企业嘛，
稳扎稳打。师母，2个亿在行业里不算小了。没错，师母。是。思琛，你给知意那个项目投了多少来着？妈，思琛有给知意项目投。上次思琛提过一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就随便问问嘛。什么项目？投了什么？傅思琛是吧？你是做投资的？算是。哪家机构？自己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自己开投资公司的和在别人公司打工的，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知意，你和思琛是什么关系啊？昨晚他喝多了，说要嫁我。嫁给你？这怎么可能？沈知意以前不是非我不嫁吗？他在说什么？怎么，很吃惊？沈知意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依然，我们给老师和师母都拜完年了，时间差不多该走了。行，老师、师母，我和思雨就不再打扰了。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？因为你昨晚确实是那么说的。我喝醉了。就算喝醉了，说了也是说了。知意别生气，思琛是帮你呢。那个周毅然带着新女朋友来你老师家，不就是来给你添堵的？师母，你说的对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下次少喝点。知意，那个傅思琛到底是谁？你别被骗了。关你屁事。怎么了？从出来就不说话？你刚才听到沈知意要嫁给傅思琛，那么吃惊干什么？周毅然，你是不是还对那个穷酸货念念不忘？不可能，我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搭上别人。以前他可是非我不嫁的，转头就说要嫁别人，换谁不吃惊？最好是这样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假清高装无辜的样子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龌龊手段攀上了傅家的高枝。慌什么？傅老师不过是个清贫的老教授，他儿子能有什么出息？估计也就是个装模作样的。对，肯定是沈知意气不过我抢走了你，联合傅老师一家人跟我们演戏呢。一身没有牌子的衣服也敢说是安娜口托尔，谁知道是不是师母在地摊上淘的便宜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沈知意跟我都在傅老师门下。3月份有个重量级学术会议，你听说没有？院里今年只有1个参会名额。傅老师手上那个？对，傅老师在院里什么分量你清楚，这个名额基本就定他的学生。我打听过了，目前最有希望的就是我和沈知意。我进傅老师门下比他晚，论文没他多，但他家境差，没有人脉，凭什么跟我争？毅然，这个名额我必须拿到。放心，你只要在后续的学术汇报上稳稳的压他一头就行。他那种没根基的人，翻不了什么大浪。他不是要做那米催化的课题数据吗？等着吧，只要数据出错，他就彻底失去了竞争资格。这个名额只能是我的。知意，说好了啊，以后常来家里玩，别只在过年才露一面。知道了，师母。这2天打扰您和老师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思琛，出来送知意回家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走吧。听话，让他送，路上聊聊天，你们2个增进一下了解。那个，谢谢你帮我解围，还有昨晚也谢谢你扶我回房间。说了，不用谢。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项目进展怎么样了？初5之后我就回学校。纳米催化的实验数据还差最后几组，3月份学术会议要用，得抓紧做出来。我爸他很看重这个课题。我不会让他失望的。先把上次的数据再整理一遍，说不定会有新发现。奇怪，我那2个数据子文件夹呢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备份过的，怎么会不见了？知意，你桌面太乱了，放假前我帮你整理一下吧，免得文件混了。
好啊。思雨，对，云盘，我设置了自动同步，云盘里肯定有备份。我整整做了3个月的数据全没了。哎呀，之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的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的数据是不是你动的？沈之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数据出错，怎么还怀疑我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听着像丢东西了。我只问你，我文件夹里那2组核心数据，是不是你上次删的？大家评评理，我好心帮忙，现在倒成了贼了。再说，之夜，做实验数据随手备份不是常识吗？你不会连备份都没做吧？自己做事丢3落4，现在找不到数据，就想随便找个人来背锅。哼，师姐可不背这个锅。对啊，这么重要的数据怎么能不备份呢？自己弄丢了赖别人身上，这人品。陈思雨，你以为删除数据就有备无患了吗？但凡动过我的电脑，必留下痕迹。好啊，那我等着你拿出证据。怎么，还想动手不成？我劝你省省力气，赶紧想想怎么跟傅老师解释你弄丢数据的事吧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会去查电脑的登录记录。登录记录？哎呀，真不巧，假期系统维护，所有日志都清空了。你说，怎么就这么巧呢？我爸的实验室什么时候变成菜市场了？傅师兄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陈思雨，上次咱们在傅老师家里见过的。您是来找老师的吗？他怎么回事？我花了3个月做的核心数据，全被他删了。他不承认，还倒打一耙，说是我自己操作失误弄丢的，诬陷他。你删的？傅师兄，就算你是傅老师的儿子，也不能随意污蔑人吧？就凭沈之意一句话，你就不分青红皂白质问我？电脑硬盘什么格式 ？NTFS 格式。上周做过磁盘碎片整理吗？没有。傅师兄，你问这些有什么用？你以为自己是电脑高手啊？让开。他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看不懂，但看着完全不是我们接触的普通操作。装模作样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难不成还能把删掉的数据找回来？你真的可以吗？我本科学的计算机，数据没有被彻底覆盖的话，可以恢复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谢谢，谢谢你，傅师兄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数据一个都没少。立刻备份3份，本地、云端、移动硬盘。有些人看着体心术不正，以后多提防，别再给别人可乘之机。原来真是他干的，太恶心了！人心怎么能这么坏？傅师兄，这次多谢你，我现在就带着数据去找老师说明情况。依然哥哥，别哭啊，思雨，出了什么事？你哭的我都好心疼，快告诉我。我就是气不过，沈之一明明那么穷酸，却事事压我一头，所以我一时冲动就不小心把他的数据删了。思雨，你别慌，我有个好主意，能帮你彻底脱身，还能解决所有麻烦。沈之一，你以为文件找回来就万无一失了吗？这下我看你要怎么办事。傅老师，这是我耗时3个月的实验数据，全部整理好了。傅老师，你这学生厉害啊！出什么事了？今天早上，我发现电脑里的数据被人恶意删除了。行政处吗？通知一下，把材料科学实验室陈思雨的工位立刻调到 B 栋的公共基础实验室去。老师，之意，你的这份课题数据极具研究价值，
但你要记住，学术圈从来不只是做研究那么简单，人心复杂，往后务必多留心。喂，是副教授吗？我们是校学术委员会，刚刚接到一份对您学生沈之怡的实名举报，举报内容是学术不端，涉嫌抄袭，具体指控为篡改与伪造实验数据。举报的好，傅正导这个老家伙怎么能比我升的还快？我们知道了。老师，一定是陈思雨，这是诬告，我的数据全是真实的，我可以重复实验。我当然相信你，但是校学术委员会有他们的流程，一旦实名举报被受理，就必须启动调查。那需要多久？快则半月，慢则数月。数月？那3月份的学术会议岂不是来不及？听说了吗？他被人实名举报数据作假，真的假的？怪不得傅老师把陈师姐调走了，原来是贼喊捉贼。沈之意，怎么不忙着准备你的报告了？哦，我忘了，听说有些人就算准备的再好，也没机会上台了呢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你毁了我的前途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之意，你出来一下。钱师兄，学校的正式通知下来了。所以这次的学术会议，我彻底没资格参加了吗？去不了了。哎呀，之意，这么巧，我听说会议的事儿了，准备了那么久，真可惜，走廊就我们3个，省省你的表演。沈之意，你什么态度？思雨好心，好心，数据是你动的手脚，时间卡得刚好，我提交完材料第2天就被举报，举报信里附的实验数据截图只有内部系统能调取。让我猜猜你是怎么操作的？趁我去食堂的午休时间，用我电脑导出了数据。实验室门禁有刷卡记录，走廊有监控。陈思雨，你连这一点都没考虑到吗？就算你猜到又怎样？论文署名是你，数据造假的黑锅你就得背。至于监控，你以为我没处理过？你没有否认。什么？刚才那几句话，你已经亲口承认了是你举报的我。套我话，沈之意，走廊里就我们3个人，你说出去谁信？你说的对，所以我录了音。你非要逼我是吗？你，沈之意，现在证据没了，我看你要怎么翻身。陈思雨，你不是第1天认识我，我做了3年实验，发了6篇论文，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查。你以为举报信就能毁掉我的学术声誉？而你的实验，你的论文，经得起推敲吗？对了，你刚才说背黑锅的是我，那就看看最后身败名裂的到底是谁。王主任啊，这件事儿真的是诬告。安教授，我们之意他，麻烦您再加快些调查的速度。之意真的参加不了学术会议了吗？这孩子准备了这么久，他肯定很伤心。要不我给儿子打个电话，让他想想办法。他出差还没回来，先别打扰他工作。小龟龟，我回来啦，给你发短信咋不回？快下楼，带你吃夜宵去。之意，这里。说吧，你这一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周毅然这个渣男出轨了陈思雨还不算，两人还联合起来实名举报我学术不对。陈思雨颠倒黑白，说我篡改伪造数据，学校启动了调查，我被禁止参加任何校外活动。我筹备了这么久的全国学术会，我彻底去不了了。不对啊，你的原始数据按理来说每一份都有记录。记录那又怎么样？也没办法证明。对啊，时间签，你所有文件和修改时间系统都有记录，这是篡改不了的铁证。对，时间签，我所有的数据都能查到。他们想让我身败名裂，那就看看到底是谁自取其辱。毅然哥哥，看来我们是白担心之意姐了。你看他这吃好喝好的，一点都不伤心啊。怎么，这是男人靠不住，就找好姐妹来撑腰了？周毅然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前男友就该圆润的去死，体面消失，知道吗？我不跟你争，你们现在不过就是无能狂怒罢了。是啊，之一姐，我要是你啊，就该躲在自己那个小宿舍里，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前2天忘记了一件事。
敢随意咬人，那是打的太少了。沈之意疯了！终于爽快了。滚吧！我的数据全都在内部系统上有记录，只要一核对，你的污蔑就不攻自破，这是铁证。那又怎么样？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调查流程就得3个月。就是，等到调查结果出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学术会议可是还有1个星期就要开始了。沈之意，你就认命吧。像你这种没权没势的窝囊废，一辈子都别想出人头地。王主任，几位是否看到了一出好戏？王主任，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主席，还有安教授和林先生，他们都是业内顶尖学术会议的特邀嘉宾。这傅师兄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为什么能认识王主任和各位顶尖教授？你们学术不端，居然还迫害同学，简直是学校的耻辱！沈之一同学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真是品德败坏，不知羞耻，毫无学术底线。我需要你们启动加急调查，3天，我要看到明确的调查结果。傅先生放心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是说你爸查过傅思辰就是个普通人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傅师兄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王主任他们对你如此恭敬？陆姑，你放屁！你明明跟他们很熟悉。你少装有钱人，我才不怕你。依然哥哥，他爸是傅正泽，认识学校几个领导，也不奇怪。你可别被他唬住了。也对，真要是身居高位、家世显赫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旭辉新材是你爸的公司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听说他最近在谈融资，那是正常商业拓展，说明我爸公司要更上一层楼。要不要打个赌？3分钟，陈国栋的融资渠道会全部断掉。开什么玩笑！我爸年前刚盈利几个亿，多少投资公司盯着呢？就凭你说大话也不怕闪舌头，真要融资断掉，我们倒立吃屎。但你要是输了呢，就从这下面钻过去。好，记住你说的话。傅师兄，你怎么能跟他打这个赌？沈之意，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我，所以找了个小白脸来气我。可你要知道，你不过就是个一穷二白的学生，给不了我任何帮助。你就算再爱我，我们也是不可能的。周逸然，大白天你做什么梦呢？也不嫌恶心。之意姐，你就承认吧。逸然哥哥聪明帅气，谁不喜欢呢？思雨，你真好。逸然哥哥，沈之意，你干什么呢？要发情，麻烦找对场合，别当众惹人反胃。沈之一，我知道你看到我和思雨亲密，你很吃醋，但是什么？爸，你说原本属意给我们旭辉新材投资的机构全部撤资了。3分钟，到。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不够格指头，现在该你们履行履约了。依然，你一直混投行圈子，消息最通透。你知道傅师兄是哪家公司的吗？不晓得，没听过，别问我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好龟龟，傅思琛可是我老板，深渊资本的大魔王，还是让他自己跟你交代吧。吃饭，菜要凉了。傅师兄，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？以后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。王主任可是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一把手，你们很熟吗？我爸和他们关系熟而已。哦，傅师兄，你到底为什么能够对我这么好？我妈让我照顾你。就因为这个？不然呢？只是因为师母的一句话，就能动用这种通天的关系，为我一个学生做到这种地步，这根本说不通啊！深渊资本，那个仅仅成立3年就成为投行标杆的领军公司。爸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沈之意那个贱人居然敢这样对我！别过来，你离我远点！一身难闻的味道，简直丢人现眼！哎，爸，还不是依然哥哥那个前女友沈之一，他找了傅正泽家那穷鬼儿子。对了，爸，你不是说傅思琛是个普通人吗？什么傅正泽、傅思琛的，
没听过。那他为什么说3分钟就能让咱家投资断掉？是不是他虚张声势，害我和依然哥哥变成这样的？你说什么？你说，就是你们跟人打赌惹了大人物，所以公司投资链路全部断掉了。爸，别叫我爸，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爸，那个傅思琛只是虚张声势，他哪有那个本事能让投资链断掉？对啊，伯父，您放心，我新认识了一个投资方，是恒远资本的刘伟平，我去跟他说，保准给您拉到投资。好，还是依然有本事。那个叫什么沈之毅、傅思琛的是吧？敢伤害我女儿和女婿，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已经第3天了，真的可以顺利澄清吗？我需要你们启动加急调查，3天，我要看到明确的调查结果。深渊资本，傅师兄怎么可能跟深渊资本有关系呢？那只是一个新闻推送而已。沈同学，让你久等了，这是委员会的最终调查报告。委员会在此对你做出正式的澄清，同时解除对你参加一切校外学术活动的限制。谢谢您，王主任，谢谢委员会还我清白。之毅这么毛毛躁躁的，出什么问题了？老师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我清白了。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好苗子不是我的学生？好啊，我就知道我的学生经得起查。这块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之毅，别被这些蔫杂事儿影响。会议明天开幕，你的报告在后天下午。放下所有包袱，去到全国的同行面前，让他们看看你的东西到底有多硬。是老师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。傅师兄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，真的谢谢你，是你守住了我的心血与前程。恭喜你啊，总算沉冤得雪了，谢谢，总算没耽误事儿。我就说嘛，陈思雨那个人心术不正，现在全院都知道你是被他诬陷的了。后天的会议加油，替我们院争光。我会的。陈思雨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不是喜欢举报吗？我也送你一份大礼。小李，把这次的调查材料归档吧，事情总算告一段落。王主任，您等一下，这2张图怎么会一模一样？不只是图，王主任您看，连这张图的边框样式、做皱标字体，甚至是一个微小的标记点，都完全相同。把陈思雨博士期间的所有论文全部调出来。是。天哪，他草稿里至少有5处核心数据都能在沈之一的早期报告里找到原型，这根本不是借鉴，这是赤裸裸的抄袭，是盗窃。好啊，怪不得处心积虑诬告别人，原来是自己做了亏心事。通知 B 栋实验室的陈思雨，让他立刻到我办公室来，现在，马上。王主任，您这么急着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怎么会？他们怎么会把这个翻出来？主任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时间期相差11个月，图表格式完全一致，甚至连一个像素点的瑕疵都一模一样。陈思雨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是他，是沈之一偷了我的初稿，他反过来陷害我。到现在还不知悔改。我们调取了服务器所有日进，你的每一次下载、修改记录都清清楚楚。暂停你的博士答辩资格，并在全院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。天哪，真的是他抄袭！太不要脸了，自己抄袭还反过来诬告别人。沈之一，都是你害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站上去，展示我的研究成果了。舞台是你的，尽情闪耀。我会的，沈之一，你可以的。这是你拼尽全力获得的舞台，是你应得的，大胆去展示就好。这身衣服很合身，看着就像个小科学家了。谢谢老师，我还是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你的数据比在座90%的人都硬，站上去，把事实告诉他们就行了。
大家下午好，我叫沈之意。科林队的学生组信用交检看，傅老这个学生不简单啊！正如数据所清晰显示的，我们的新型催化剂材料在常温常压下实现了98.7%的转化率，这意味着成本将实现革命性的降低。恒远资本该投下一个时代了。这意味着，在同等产出下，我们的新材料能耗降低超过60%。他怎么会来？以上是本次研究的全部内容，我的报告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沈博士精彩的报告，下面是提问环节，哪位专家有问题？李院士，您请。沈同学，你的数据非常惊人，甚至惊人的有些过分完美了。感谢李院士的评价，我所有的原始数据、实验记录都对学术界开放，随时欢迎同行的重复验证。好，说得好！我不是在质疑，我是在赞叹，这份报告已经超越了一篇博士论文的范畴，它不仅有重大的理论创新，更有不可估量的产业应用前景。沈之一敢勾引我男人，我要你好看！爸，沈之一处处跟我作对，毁我前途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他。放心，爸一定给你出气。喏，你要的东西。沈之一，过了今晚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沈之意，傅正则又因为这个沈之意往上升了一级。钱师兄，我有个办法，能让沈之意以后只听您的话。好样的，之意，没给咱们实验室丢人。沈博士，我是华创科技的，您的数据太惊人了。沈小姐，我是海东资本的，我们能聊聊您项目的融资计划吗？谢谢大家，傅正则，你的好学生真是了不起呀！不过今晚过后，他就是我的人了。之意，喝口水吧，你也说了不少话，润润嗓子。不对劲，他们俩有问题。之意，发什么呆呢？快喝啊！谢谢钱师兄。那人是国内顶级投资机构恒远资本的创始人刘伟平。钱师兄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之意，你乖乖的，少受点苦，否则我今晚绝不让你好过。沈之一，没想到吧，你还是落我手里了。我劝你乖乖听话，别自讨苦吃。陈思雨，你居然给我下药！对，我就是要毁了你！谁让你都已经跟依然哥哥分手了，还不安分想要勾引他？陈思雨，你是不是脑子里只有雌竞那点事儿？就周毅然那软趴趴的凤凰男送给我都不屑要。你怎么会没事？吃一堑长一智，只要有你在就没啥好事儿。你们等着牢底坐穿吧。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还好钱师兄做了2手准备。沈之意，你就等着吧。沈博士年纪轻轻就有这般格局与成果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思琛，你可真是好眼光。什么时候把人娶回家？还早。早？你都暗恋人小姑娘4年了，钱包里的照片都舍不得给人看一眼，可别憋坏了哦。你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思琛，你爸新收了个学生，照片我寄给你了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我跟你说，他聪明又机灵。是的。这么喜欢人家，他被实名举报的时候，为什么让怡然去安慰他？还有这次投资为什么要我出面？他性子倔，总喜欢靠自己，我不想让他觉得他拼尽全力取得的成功都是因为我。你呀你，妥妥的妻管严喽。老板，不好了，之意不见了。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还好钱师兄做了2手准备。沈之意，你就等着吧。
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都是陈思雨，都是他支持我的。傅师兄，别打了，再打下去就出事了。该死的，居然被他跑掉了！知意这是怎么了？看着像是……思琛，快送知意去医院，这事儿可不能胡闹。来不及了，必须快速帮他解药。但你也不能趁人之危啊！这孩子，你怎么不拦着点？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别这么迂腐。现在救人最重要。爸，我会去的。热，好热！帅哥哥，你真好看，我要嫁给你。这次我不会再放开你了。这小子会不会不知轻重啊？哎，我这得去提醒提醒他。你说什么呢？一大把年纪了，害不害臊？死老头，你就是个老古板，真是没情趣。你，行了你，别瞎掺和，让他们小两口培养培养感情。也不知道知意那丫头醒来后会不会怨我们。啊，好疼！你怎么会在我的床上？知夜，傅师兄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，我绝对不会对你死缠烂打，你放心。啊，这也太尴尬了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知意，昨晚睡得咋样？挺好的，师母，对不起，我是被下药了，所以才……放心，你别怕，你傅师兄求之不得呢。啊，妈，行，我不多嘴，你自己跟知意说。这氛围也太严肃了，该不会老师跟师母要联合讨伐我吧？沈知意，怎么了？我要娶你。什么？我说我要娶你。老师，师母，我是听错了吧？傅师兄怎么说要娶我？傻孩子，你一个清白闺女，失身给了这臭小子，我儿子必须负责。对，你们今天就去把证领了，我和你师母挑个日子办婚礼酒席。我这就领证了，还是跟傅师兄。知意，这是我所有的资产，都交给你，这是我家里的钥匙。不用，傅师兄，我住学校宿舍就行了。我们只是被迫结婚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。被迫？对啊，要不是昨晚我被下了药，傅师兄你也不必。沈知意，对你我不算被迫，我会等你，慢慢接受我。刚刚傅师兄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下次少喝点。好像心跳有些快。老板，作为知意的闺蜜，我要提醒您一句，她最讨厌被欺骗。我知道。知道？那您为什么不告诉她真实身份？而且为了帮您保密，我也在瞒着她。要是她知道，估计都要跟我绝交了。别啰嗦，立刻启动对旭辉新材的围剿计划。是。安老板，是我啊，国栋，您最近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？卢行长啊，咱之前那笔贷款什么时候能到账啊？陈董，麻烦您再考虑考虑，我们这个新技术绝对能赚钱。傅先生要封杀你，谁敢得罪？傅先生，哪个傅先生这么手眼通天？什么傅正则、傅思琛的，没听过。傅先生，傅正则、傅思琛。哎呀，爸，你怎么还在查那个傅思琛？不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小白脸吗？还创业呢？创业不就是无业游民？开个小破公司，真以为自己是短剧霸总呀？总算知道自己败在哪儿了，都是你这个闯祸精惹的祸呀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投资链路断裂，资金无法回笼，旭辉新材要破产了。什么？破产？谁干的？他们都说是傅先生下了封杀令，咱们认识的姓傅的，除了傅正则父子俩，没有别人了。
依然，你说你认识恒远资本的刘伟平？是啊，陈伯父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去找刘总帮忙周旋。爸，你放心，依然哥哥那么厉害，有他出马，绝对没问题。认识刘伟平是我瞎说的，傅思琛居然那么厉害，能一手封杀旭辉新材。不行，公司要倒，我得赶紧想后路，绝不能被拖累。陈老板，我这儿有个合作，不知道你想不想听？妙啊，妙！就这么干！这件事做成，旭辉新材绝对有救了。之夜，你的报告我听了，非常出色。我一直都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之夜，你别这样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有眼无珠。说完了吗？陈思雨他家出了点事儿，然后呢？他没钱了，你也吃不了软饭了，所以又觉得我这个前女友好了。之一，你一定要这么讽刺我吗？我发现，我心里还是只有你。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周毅然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沈之一，你是我的，别以为这样就能甩开我。恒远资本，刘伟平，业内顶尖的投资机构，怎么会主动给我的项目发意向书？之一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。那天是我看错了吗？傅师兄似乎一直开着这辆车，之前没太注意，但这车看着价值不菲。沈之一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攀上高枝了？我提醒你，别被傅思琛那种人给骗了。让开！被我说中心事了。你这种没背景的，他不过是图个新鲜。人家那种层次的人玩玩而已，你还真当真了？周毅然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用自己的功力龌龊，恶意揣测别人，你真可悲。我这是为你好，等他玩腻了，把你甩了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傅师兄绝非你口中那种趋炎附势、唯利是图的人，他和我一样，踏实本分，心怀赤诚。你居然不知道他背后的权势？你能不能不要再随意揣测了？他跟你说什么？傅师兄，我们都结婚了，你能告诉我，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吗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，让你这么多疑问？你既然转移话题，你刚刚也看到，我碰见周毅然了。他说我攀高枝，你这种人对我只是玩玩而已。他瞎说的。我们都结婚了，不是吗？别瞎猜，有些事等时机成熟，我会让你知道的。喂，思琛，刚收到的消息，旭辉新材那边最近要有大动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沈之意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的风光都是你的？王总监，我手上有个猛料。说吧，什么猛料？值得我浪费时间？王总监，你看，就这，连个正脸都没有，你想说明什么？这车是，我查过，顶配要上千万。还有这个男人，你看看眼熟不？就是清北教授傅正泽的儿子傅思琛。所以呢？一个穷学生傍上这种男人，他的学术成果干不干净，还用说吗？干不干净不是我们说了算。我这儿有点素材，你帮我写篇稿子。标题就叫学术新星还是心机捞女，扒一扒顶尖高校女博士的上位史。对，就这个标题绝对火。内容给我写的有冲击力一点，暗示他靠不正当关系上位，抢夺同门资源，数据造假，打压同学，把舆论氛围拉满。王总监，你这招太高明了，把他塑造成一个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心机女。水军给我安排上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来骂他。小手段而已，看我怎么把他踩进泥里。
总监，稿子已经发出，转发和水军已就位。等着看好戏吧。学术圈的败类，人肉他，让这种人滚出校园。师姐，怎么了？数据跑不通？不是，那个，你还是看看网络论坛吧，好像有人在说你。说我？这种人就该被开除，简直是我们学校的耻辱！让这种学术败类滚出校园！师姐，你别看了，那些人都是胡说的。本人从未依靠任何不正当关系获取资源。脸皮真厚，被锤成这样还不承认。现在舆论一边倒，我无论说什么都只会越描越黑。师姐，你去哪儿？是我连累了他。谁干的？别看了，我来处理。傅师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一次次的帮我？如果是因为那一晚，你没必要因为责任做到这种地步。你觉得我护着你，仅仅是因为责任？你不想让我帮？不想吗？不，我想的。只是我怕习惯了你的帮助，会忍不住贪恋沉沦。沈之意，我们结婚了，我保护你，不是责任，是喜欢你。这一切我都心甘情愿。听清楚了吗？傻瓜，本来想给你一个盛大的告白仪式的。一晚上了，那场网暴还在吗？他说他会处理，可是要怎么处理？删了。经技术部门核实，文章学术新星还是薪资捞女，扒一扒顶尖高校女博士的上位史一文，内容严重失实，系通过伪造、拼接信息，对沈之意同学进行恶意诽谤，已构成严重侵权。本平台现已对原发布账号及关联 IP 做永久封禁处理。本平台强烈谴责此类网络暴力行为，并保留协助当事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。永久封禁，追究法律责任，这不是简单的删帖。人家那种层次的人玩玩而已，你还真当真了？傅师兄，你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吗？结束了。沈之意，不要瞎想那些没用的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催化剂之星的项目投资。师姐，快看学院楼下的公告栏，学校出新公告了。新公告！我的天，退学处理，这也太狠了吧！狠什么？他自己作的，恶意举报，还抄袭人家数据，活该！就是自作自受，这下博士生涯彻底完蛋了。经查实，陈思雨同学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，恶意伪造证据，举报他人，并通过网络散布谣言。经学术委员会及校领导研究决定，给予陈思雨同学退学处理。快看，那就是陈思雨！真是丢人现眼！沈之意，看着我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，你心里一定很得意吧？不过你别忘了，你不过是运气好，攀上了高枝而已。要不是背后有傅思成给你撑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运气？我的运气是在这个实验室里熬过的1000多个不见天日的夜晚，是在工位上做过的每一个通宵。我的运气是我自己给的，至少我的数据是自己一行一行做出来的。沈之夜，是你，都是你害我的！如果不是你，我根本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我选的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你别得意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放开我！沈之夜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终于可以专心做研究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沈之意小姐吗？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我是恒远资本刘伟平董事长的助理，冒命致电，是想代表刘董正式邀请您于本周五下午3点前来我司洽谈关于纳米催化项目的投资事宜。投资事宜？是的，刘董对您的项目非常看好，希望能进行深入沟通。好的，我一定准时到。
稍后我会将详细地址和会议信息通过短信发送到您的手机。太感谢了，期待与您见面，沈小姐。成功了，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傅思琛，我接到恒远资本的正式电话了，定在周5下午面谈，是真的投资洽谈，我的项目真的有机会落地了。喂，恭喜，谢谢你。是我让他约你的。什么？傅思琛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认识刘伟平这样的大人物？你去见他谈投资，回来后我把一切。你好，我叫沈之意，和刘伟平刘总约了下午3点的会。沈小姐您好，刘总已经交代过了，他正在等您，请跟我来。沈小姐，欢迎欢迎。刘总您太客气了，是我该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。哈哈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你的报告我在会上听了，非常精彩。坐，快坐。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对你的项目，恒远资本非常看好，我们愿意为你提供天使轮融资，初步估值这个数300万。哈哈哈哈，不是3000万。3000万？这怎么可能？当然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有傅先生亲自开口，你的未来远不止于此。傅先生是傅思琛吗？他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？刘总，您说的傅先生……沈小姐，3000万的估值只是我们恒远资本的诚意。诚意？难道还有别的意思？不过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别紧张，沈小姐，这个条件对你、对项目只有天大的好处。恒远资本很看好你的项目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我们想邀请另一家机构作为本轮融资的领投方。领投方？刘总，我不太明白，恒远资本的实力已经远超我的预期了。沈小姐，你的格局要打开。恒远虽不错，但在这条赛道上还有真正的行业巨头。我想请的这家机构是国内新材料领域最顶尖、最活跃的资本，他们的资金实力、行业资源都远在我们之上。有他们领投，你的项目才能真正的一飞冲天，知道吗？是哪家公司？深渊资本。深渊资本。抱歉，刘总，我不认识深渊资本的人啊。不奇怪，他们行事向来低调，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，但他的创始人你应该认识。我认识的投资人除了刘总您我……傅思琛。傅思琛？刘总，您别开玩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沈小姐，我从不开这种玩笑。他掌管的基金规模早已经超过50亿了。50亿？沈小姐，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说恒远资本只能做跟投了吧？刘总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走了，抱歉。思琛，瞒着人小姑娘可不是什么君子所为，希望我给的惊喜你能满意。刚刚那是之意。傅思琛，深渊资本是你的公司。看来你已经从刘伟平那边得知了真相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把我当傻子一样耍，很好玩吗？之意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不告诉你，只是不希望你觉得你是靠我才得到这些机会。你为什么？因为他暗恋了你4年。这臭小子对你一见钟情，出国后还时不时偷偷溜回来看你，可惜被人中间截胡。妈，行行行，我不说，你们小两口自己沟通。傅思琛，你……沈之意，我爱你，我想要跟你永远在一起。你就因为怕我不接受，就一直隐瞒你是深渊资本的创始人？我怕你拒绝我。你这样我还怎么跟你生气啊？好了好了，别气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绝不会隐瞒你任何事。现在有个更艰难的仗要打，旭辉新材对你的项目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专利都在我手上。是钱志远，他盗走了你的资料。明天的峰会，陈国栋打算公布新技术，我帮你报了名，用你的才能去打败他。我会让他们知道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滋味。天哪，这无疑是颠覆性的成果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钱志远教授与旭辉新材的陈国栋陈总。理想条件下的数据不过是空中楼阁，
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本次技术峰会的压轴演讲人，他是纳米催化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沈之夜女士。之一姐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别垂死挣扎了，我们的技术成果你是追不上的。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把理想拉近现实。首先，我要对钱师兄和旭辉新材表示祝贺。听说这个催化材料之前在学术交流会上就是沈之燕提出来的。那怎么旭峰也开始做这个了？肯定是眼红别人的成果数。谁知道沈之燕几斤几两，说不定他就败下阵。90%的催化效率，在理想实验条件下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理论数据。但是，任何脱离了工业实际的实验数据，都只是空中楼阁。我这天高地厚。我的数据并非来自吴军的实验室，它来自于这里，在常规工业环境下连续运行120天的真实记录。这不可能！7.3%的工业数据，这比他们90%的实验室数据有价值100倍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这是伪造，是学术欺诈！120天无衰减，你骗鬼呢！钱志远是这个领域的泰斗，他说的都无道理。数据太完美，确实容易让人怀疑。她一个黄毛丫头，为了拿到投资，为了出名，什么卑劣的手段使不出来？沈之夜，我劝你现在就滚下台，承认你伪造数据，别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傻子。钱师兄，稍安勿躁。您是在质疑我的数据，还是在质疑您自己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？你少在这里伶牙俐齿，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，我当然准备了。我的所有原始数据，在峰会开始前就已提交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了全程封存公证。报告原件就在台下，欢迎钱师兄以及在座的任何一位随时查验。说得好，钱总，我恒远资本第一个投。我傅思琛的老婆当然是深渊资本来投。深渊资本，他居然是深渊资本的创始人，怪不得他能让旭辉濒临破产。沈之夜，她嫁给了傅思琛。不，绝对不可能！原来我们沈总竟然是大名鼎鼎深渊资本创始人的夫人，怪不得如此出色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问答环节。沈总，您如何应对催化剂在120天之后不可避免的失去活性问题？它不可能拿上来，这是世界性难题。关于催化剂的失活问题，我们提出了3层解决方案。第一层，材料本身；第二层，理论突破。怎么还在生我的气？连投资都不让我参与了？离我远点，别打扰我看我老婆发言。就您老追人的速度，也难怪人姑娘被人截胡。看你们这夫妻恩爱的样子，我也算是助攻了。你不说，我也打算告诉他。先前瞒着，只是不想让他觉得自己的成果依附于我。他的光芒本该由自己照亮。行，是我多管闲事了。祝你们白头偕老哈。那投资少不了你的。我讲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认可。陈总，我能问最后一个问题？我们集团原计划和旭辉新材签订1000万的合作意向，现在我宣布这个意向作废。我代表明远集团正式向沈之意女士的项目下5000万的订单。什么？看来沈博士不需要我们的投资，也能靠自己赢得满堂彩。他一直都很出色。旭辉新材陈国栋、钱志远涉嫌非法商业竞争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沈总了不起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们务必约个时间。沈总，后生可畏，期待我们5000万的合作。谢谢宋总信任。怡然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好乖乖，不是我要瞒着你，实在是你家老公威逼利诱，我不敢泄密啊。你老实交代，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我在深渊资本当分析师，哼，你们一个两个的就会骗我。好乖乖，求放过我，下回再也不敢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里？等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依然，为什么要换礼服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傅思琛呢？之意，虽然我们已经领证了，但我还是想要郑重跟你说一句，请你嫁给我。
我答应你。沈之意，傅思琛。先生，您不能进去。滚开！是你们，都是你们干的！你们这对狗男女联手陷害我们！你们用卑劣的手段搞垮了陈国栋的公司，你们的良心呢？你们怎么能这么恶毒？把他拖出去，送到警察局。陷害？周毅然，你说我们陷害陈国栋的公司？是。旭辉新材虚开发票做假账，靠违规操作维持虚假流水。钱志远窃取专利，侵占他人学术成果，陈思雨造谣诽谤，学术不端，每一件都是自作自受。你胡说八道！周毅然，我有没有胡说你心里最清楚。这些商业犯罪行为证据确凿，他们都是自食其果，这其中也包括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挪用旭辉新材公司300万公款，填补自己亏空的事，真以为没人知道？你血口喷人，你这是污蔑！我杀了你这个贱人！找死！放开我，沈之夜，你不能好死！你和这个野男人……没事吧？这种垃圾不值得你耗费口舌跟他争辩，以后一切有我。让我们一起倒数5、4、3、2、1。50亿！沈总，从一个在读博士生到50亿上市公司掌门人，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感受就是万里长征，今天才算真正迈出了第一步。沈总，您和深渊资本的副总一直被誉为商界的神仙眷侣，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浪漫姻缘吗？浪漫谈不上，倒更像是一场意外。一切都始于我一句醉酒后的胡话。当时我说我要嫁给像傅老师这样的好男人，然后师母就把他儿子介绍给了我。一见钟情，终生难忘。